好，我们先谈一下这个所谓的6个准备，或是说六大危机了哈。这个是在去年2020年7月中的时候呢，中共原中联部的副部长那个人叫周立，他公开的写出文章的。那其实我们去年哈，他这个文章去年就得到海内外国内外高度的关注。那因为周立呢，他本来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中联部是属于中共党的外交系统，所以他对外交很熟。体制内的人讲出这个话，哪6大危机呢？或是这个中共要做好6大准备。第一个要准备好中美斗争全面升级，第二个要准备好这个外部需求萎缩。产业链跟供应链断裂的问题，第3个，疫情会常态化，第4个，人民币要跟美元脱钩，第5个，粮食危机，第6个就是恐怖主义势力会回潮。这是去年7月刚好差不多1年前的话，这1年的发展看起来，这个周立讲的是对的，他的判断是对的哈。好，可是我觉得问题是在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中国对国际的形势是怎么判断，然后呢，后面要有怎么拿出什么样的因应方案，后面那个才是重点。因为我的观察没有错的话，其实中美贸易战2018年开始嘛，2018年的6月到7月的时候呢，他们这个中国的国内就有一次大争论就对了哈。然后一路这个争论到现在没有结束，这个争论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你的因应方案。好，你到底是要准备脱钩呢？这个脱钩看起来是说跟中美脱钩了，但是实际做起来是跟全世界脱钩，还是说你要进一步的更开放化？就是说中美脱钩没关系，但是中国跟全世界有更紧密的相连啊，这是一种方案。好，那第2个还是回到中美关系，那你到底要不要跟美国谈判？光是这个问题就困扰了中共，困扰了已经快要3年了，要不要谈判？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中共的它的那因应的策略呢，它有出现分歧，它又出现左右摇摆。我可以简单的说了，按照习近平他的政策的话，他是我们过去都谈过，叫自力更生。3个靠自己，看起来是要关门锁国，但是李克强，他所主要的推动的是要进一步的中国国内的进一步的这个经济改革，有这个经济改革要放在他们的国企改革，还要让这个中国的私营企业有一个更健康良好的环境，来让私营企业来经营，那这样子可以促进进一步的国际化。好，那无论怎么样刚刚说了，光是一个中美谈判要不要谈判的问题呢你就可以看到习近平都已经左右摇摆了，一下摆出来姿势是要谈，一下子又是战狼外交。好，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奇特的，我们过去2年来已经看到了习近平的经济路线的确是往自力更生走嘛所以说他大力的整顿私营企业，那个国进民退。现在更严重的是在8月4号，这个中国的移民这个管理局突然宣布说，为了因应 Delta 这个病毒，所以说暂停发放护照签证那如果你有特殊需求的话，那当然特殊申请了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关门锁国啦，就是暂停了你一般护照的发放，无论是你国内的人要出去，或者国外的人要进来，通通停了。那这是非常奇特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现在中共在全世界不是宣传上防疫成功吗？他是防疫成功，然后他又推动疫苗外交嘛，他又宣布未来他还要捐20亿剂的疫苗给全世界嘛。这个防疫成功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开放。不就是因为防疫成功，你能够先开放，大家就会鼓掌，就是说。全球各个单位看你防疫成不成功，开放现在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了。你既能够国内开放正常生活，你又能够国际开放正常交往，表示你的经济有救，表示你的防疫成功。
所以呢，这个关门锁国的政策，你说用这种所谓的防止 Delta， 我不信。为什么？另外一个方面啊，中国也才刚宣布，中国已经它的那个疫苗的这个注射的那个比例已经达到超过60%了。而且呢，这个中国的卫健委，中央卫健委还公开的说过，国产科兴疫苗对付那个 Delta 病毒是有效的。所以怎么看，就是说把门全部关起来，那不是证明你的疫苗没效，后面更证明说你的防疫是有大问题的。然后呢，你就要关门锁国。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老话哈，就是说，就这2-3年来，无论是中美贸易战，或是无论是疫情的影响，你可以看到中共的一些重大政策，它上面的左右摇摆的情况是非常明确的。